坐落在城市中心，一间废弃多年的建筑物。它曾经是繁忙且病患众多、救人无数的杏美医院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知怎么的，如今这里却变成了一座废墟，并流传着无数恐怖的灵异事件。这些恐怖的传闻，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前来探险的圣地之一。这天晚上，3位年轻的媒体直播主决定前往这间杏美医院进行探险直播。他们带着摄影器材来到了这座充满神秘传闻的废弃医院。这里阴森森的，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小美拿着手电筒四处照了照，声音中带着些许颤抖。这氛围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越恐怖越好，相信这次的流量绝对爆表。小陈兴奋地笑着。好了，你俩都准备好，我要开始直播了。小凯检查了一下设备，确认一切正常，并拿着手机开始直播。他们3人走进了杏林医院的大门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只有手电筒的光束在空气中划过。医院内的气氛异常的诡异，每深入一步，都会让人感觉到阵阵的寒意。直播开始后，观众开始大量的涌入了直播间，对这次的探险开始疯狂的留言。他们3人走进了大厅，这里曾经是病人的候诊区，但现在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一些破旧的椅子和尘封的杂物。这里真的有鬼吗？拜托，一定要拍到点什么。小陈轻声说道，他的手指轻轻触碰着墙壁。我们来这里，不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一点吗？小凯回答着，并拿着手机记录着四周的场景。他们继续深入，走廊上挂满了蜘蛛网和厚厚的灰尘，地板上散落着破碎的玻璃和废弃的医疗设备。小美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，她的心脏跳动得异常剧烈，每一个声音都让她感到紧张。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她害怕地问着，试图缓解心中的恐惧。听说这里以前发生过医疗方面的问题，好像是什么诈领保险金的事情。也有人说这里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，害很多人丧命，因此被勒令停业等等，传言众说纷纭。而后这里荒废了，就开始传出闹鬼的事件。小陈望着四周回答着，声音低沉，带有些许神秘的感觉。随着他们的深入，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。突然，曾经的手术室里传来了一阵轻微的低语声。他们停在手术室的门外，惊恐地四处张望着，但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小美颤抖着问道。那只是风吹过的声音而已，看把你吓的。小陈试图安慰她，但她的声音也是微微颤抖着。短暂的惊吓过后，他们调整了一下心情，并继续往前探索。这时来到了一间病房外，他们走了进去。病房里的床铺凌乱不堪，地板、病床和墙上都残留着一些斑驳的污渍，看起来就好像是血迹的感觉。就在这时，病床上的被子就像是被人给用力拉扯了一样，唰的一下给扯了下来。小美被吓得放声尖叫，寂静的医院里瞬间回荡着惊恐的声音。看到了吗？各位观众，刚才那是什么？小陈兴奋地惊呼着。小凯拿着手机，双手不停地颤抖着，对着那张病床。这时直播的画面突然变得有些模糊不清，观众们纷纷留言表示看不清楚。小凯检查了设备，一切正常。这里真的有鬼，我不想录了。小美害怕地啜泣着，声音中充满了恐惧。坚持住，现在直播的观看人数跟打赏已经超越了以往的记录，都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你也不想功亏一篑吧？小陈轻声地在他耳边安慰着，并转头对着直播的观众们喊道，请大家帮我们家可爱的小美加油，给她一点勇气和鼓励，让我们顺利完成今天的挑战。一波爱心，给我刷起来吧。小凯看着小陈这样的操作，
不过小美的心情还坚持要继续，这已经有点太超过了。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小陈，要不我们别录了？你看，小美她已经被吓到了，而且现在这里的感觉越来越不对，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现在谁都不许停，计划依旧继续。你给我继续拍，今天不拍完，谁都别想离开这。小陈转过头，又狠狠地对着他们俩说道，他的眼神跟语气令人头皮发麻。小凯惊讶地看着小陈，内心想着以往的他，若是发生今天的事情，为了安全考量早已撤退了。如今现在的他感觉像是另外一个人，让人感觉恐怖又陌生。赶紧走吧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。小陈说完后，他们走出了那间手术室，顺着路小心翼翼地来到了2楼。这层楼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，这种味道实在很难形容是什么。突然，走廊尽头的病房门自动打开了，发出刺耳的吱呀声。他们惊恐地看着，这时一阵寒风从门缝里吹了出来。就是这了，小陈说完后冷笑一声，便自顾自地走了进去。他们两个也只能无奈地跟着走进那间病房。这里曾经是重症监护室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破旧的病床静静地摆在那儿。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情，小凯想着，内心充满了不祥的预感。在重症监护室的角落里，小美发现了一本破旧的医疗记录，记录中详细描述了医院里曾经发生的医疗事故，以及病人们在死前的痛苦经历。这些病人真的很可怜，小美轻声说着，双眼布满了快滑落的泪水。他们翻阅医疗记录，想从中得知更多关于这家医院的内幕。突然，一阵低沉的脚步声传来，仿佛有人在走廊上徘徊着。他们害怕地走出病房查看。这时的走廊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个身影穿着一身的白袍，朝着他们慢慢走了过来。那是什么？小凯颤抖着问道，他的手指紧紧抓住手机。这时的直播间内，观众们疯狂地留言着，也许是鬼魂哦，怕什么？过去给他一巴掌。装，你们在装啊，笑死我了。我说啊，要演也演得像一点。那个身影慢慢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那是一个年轻的医生，眼神冰冷空洞，脸色苍白毫无血色，嘴里喃喃自语地说着，你们为什么来这里？他的声音阴森森的，没有感情一般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我们来直播探险，没有恶意的，马上就走了。小凯鼓起勇气回答着，这里是个被诅咒的地方，你们不应该来的。医生的声音变得更加阴冷，请问这么晚了，这又是一家废弃的医院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美的声音颤抖，并好奇地问道。这时医生突然伸出手，似乎要抓住小美。他们惊恐地转身，试图逃离那个诡异的医生。漆黑的走廊上回荡着他们奔跑的声音，惊恐的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他们跑到了走廊的尽头，那里有一扇紧闭的逃生门。他们试着把门打开，但门却纹丝不动。该死，正门是死路，我们被困住了。小凯惊慌地说着，手拼命地转动着把手。这时小陈发出了一种恐怖的笑声，并说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今晚谁都别想走。他们猛然转头一看，小陈表情变得诡异，双眼一片白色，根本看不到瞳孔，身体诡异地扭曲着。他们两个人惊恐地原路折返回去，这条路是唯一的通道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可以离开这里的可能。他们重新回到了重症监护室的走廊外，那个诡异的医生消失了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低语的风声和他们的喘息声在空气中回荡着。他们两个人一边喘着气，一边看着四周，身心早已疲惫不堪。这时的手机已经快没电了，发出了嘟嘟的声响。惊吓过度的两人
哪还有心情管什么直播？他们只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这时的小美突然想起了那本破旧的医疗记录，便开始翻阅了里面的内容。她惊讶地发现，这本医疗记录是一名女护士所写，而且这不单单只是一本简单的医疗记录，还是一本生活日记。日记上记录了这家医院关闭前的所有黑幕，同时也清楚地记录了有关于各种行贿、受贿的相关人员姓名，连时间、地点、日期都清清楚楚地记下了。5月27日，陈医生是这里最受病人和同事爱戴的好医生。医院里流传着说他收受贿赂，间接害死了一名病患。这怎么可能？打死我都不信。5月28日，今天发生一起连环车祸，好多病患被送了进来，大家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等等去偷看一下陈医生，想必他现在正帅气地忙着救治病患吧。这位护士记录下了这么多，想必应该是爱慕那位陈医生吧。小美激动地说着，露出了兴奋的表情，仿佛忘记了刚才所经历的事情。你在鬼叫什么？害我吓了一跳。小凯颤抖地说道，便跟着继续看下去。5月29日，这个翁主任向来跟陈医生意见不合，今天怎么那么好心，自告奋勇地帮陈医生送病换资料呢？这里头一定有鬼。5月30日，医院里一群卑鄙龌龊的小人被带回警局协助调查了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但是为什么陈医生也跟着一起走了呢？在乱想什么？像他这样正直的人，一定是被叫去做证人的，哪能跟那些阿猫阿狗相提并论呢？没事的。小美继续翻阅着，就是这了。她激动地说道。6月1日，听说陈医生从昨夜开始，连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刀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他的身体还可以吗？6月1日下午，怎么办？陈医生昏倒了。他平常就已经没什么睡，现在又连续开好几个小时的刀，希望他平安无事。6月2日，陈医生竭力救治病人，过度劳累而走了。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，但愿你成为天使，守护着大家。6月3日，那些无耻小人竟然把那些莫须有的罪都推给过世的陈医生，气死我了！我应该要把那些罪证公之于众吗？小凯，你别离我那么近了，耳边都是你呼吸的声音了。话说回来，你有没有在刷牙？嘴巴很臭耶。小美边念着，边疑惑地翻阅那本日志。奇怪了，怎么写到这里就没了呢？哦哟，就跟你说，不要离我那么近了。小美不耐烦地说着，正准备转身时，眼角视线的末端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。她转头正眼一看，小凯害怕地颤抖着手指指着小美。这时的小美意识到不对劲了，小凯站在我右边，以为有一段距离，那在我身边的人是谁？就在这时，有一双惨白且冰冷的双手从身后抓住了她的肩膀。小美被吓得身体僵硬无法动弹，而小凯被这一幕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吗？让我告诉你吧。一个冰冷又陌生的声音从小美的耳边传来，突然她的眼前渐渐变得模糊，眼皮沉重地慢慢垂了下来，之后便昏睡过去。睡梦中的小美行走在日志里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呈现在她的眼前，宛如看了一场电影一般。而这场电影里有一个声音温暖的解说员，为她叙述着日志里未说完的故事。医院里许多的黑幕都一一浮上台面了，最终医院被勒令停业。经过2个多月漫长的调查，陈医生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清白，而那些违法人员都已绳之以法。医院也因为这些事件被废除了。至此之后，这里成为了孤魂野鬼的住所，生人勿近。故事说完了，你也该离开这了。
一道温暖又刺眼的阳光从车窗外透了进来，洒落在小美的脸上。她缓缓地张开双眼看着四周，天亮了。随后，她慌张地像是在寻找什么。这时，她的2位同伴正香甜地熟睡在车上。她轻轻地打开车门，坐在引擎盖上，并深吸一口气，若有所思地看着远处废弃的医院。她脸上带着微笑，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，一直在这里默默守护着。”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了，开放式的结局就由各位观众了，自己去想象吧。让我们下期再见。